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美术迷3的魔玩分享时间。今天我们要来看的玩具呢，就是眼前这一款。虽然说玩具已经拿出来，它包装呢，大家也相信也能够认得出来，是变形金刚和怪奇物语的一个联名产品。这个两个 IP 联名呢，这应该已经是第2款了。之前一款我没有入呢，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它的人形造型，变形金刚人形造型，并不是太能够戳中我的点，并不是因为我觉得它贵。盒子外包装是如此这般正面呢是可以看到是第5季中他们那个电台的外观造型，下面写着 Transformers 的一个 logo， 当然这个 logo 的一个文字风格呢，艺术风格已经是怪奇物语的那种红边的风格，以及写着我们内部角色的名字，它里面竟然有2个角色，它的车子本体叫一个名字，以及另一个磁带也是叫一个名字，对，它是有磁带的。侧面呢就是我们这次的角色一个尖叫机角色本体Stranger Things 怪奇物语的一个 logo 网飞，另一边呢就是它的另一个角色那个磁带，以及破窗而出的一个磁带的一个互动玩法，2个 IP 联名的 logo， 背面呢是有一些它颠倒世界的黑色的像触手一样的东西以及一个 3C 的认证标志可以看到我们这次的角色名字叫频率，并不是频道的频，而是贫穷的贫，怎么感觉他在骂我？好吧，算是一个谐音梗。底部顶部如此这般。盒子材质呢非常软，如果要收盒子收藏的一个小伙伴呢，可能在物流的时候要小心点，或者说你是去实体店现场挑，但是这么软的盒子在日常保存中也是挺难维持它的一个好品相。你看大家可以看到，你看一捏它就瘪下去了。好，盒子外包装呢我们就简单看到这边。好，本体玩具呢基本上就是眼前这样子，它还会有2个配件，一个是它的尖叫机，另一个呢就是它的一个 8 tracks， 不知道怎么翻译就8带或者叫它8戒这样一个电台磁带的那种造型这个磁带呢，在这2个道具其实都在电视剧的第1集吧，在他们罗宾的一个电台里面都出现过的一个道具。好，我们先来看本体，本体车辆就是这个样子怎么说呢？还原度真是出奇的好，在车型上几乎是看不出什么纰漏甚至说我可以表扬它下它的外部涂装，整个车身的拉花车头的英文字母甚至于车头灯的涂装都给你做好了。车顶当然还会有一个博派的一个派系标志，好像联名系的角色都是博派的，狂派没有什么角色吗？我不记得了。硬要说缺点的话，可能在车尾部这边有一个人形的时候的脚尖稍稍有一点显得碍眼，但是瑕不掩瑜车后呢，这2个车窗是没有涂装，车牌呢给你涂了底色如果有趣的小伙伴呢，可以自己标一个车牌上去前提你得有手艺，或者说可能第三方会出贴纸吧，我不知道这个联名玩具第三方贴纸厂牌看得上看不上就不好说。车顶有一个5毫米的孔洞，车底呢可以看到人形的一个脸就在这边。当然在变形过程中，如果你不想让它智慧的话，你把它转180度也是没有什么问题。车底盘收的也挺好整个车型呢推车也是非常不错，铆钉轮硬塑料的轮胎有这样的滚动性，我觉得完全 OK。而且它的反光镜都给你做了出来，涂了一个银色底色的一个透明键上，可以有这样的表现，真的是非常不错车型爱不释手好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来进入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吧首先我们是要把它的一个后面部分掀开脚尖也可以先把它打出来，然后呢我们就要分离这一段呢其实分离起来还是有一点点注意的使用巧劲儿，因为这个零件这几块的部分呢都是比较薄的，卡扣位呢一定要注意不要太用力给拔坏了。打开这一部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顺势拉出来，
然后分开2条腿之后呢，可以看到它内部的一个结构。在灰色部分呢，我们可以有一个束槽啊，装到它的一个小腿前部的一个角度，然后在 C 字折叠灰色部分形成这样一个之字形的造型之后呢，关节变形就完成。然后我们把面板部分的这一块蓝色翻下去，再把后面整个车顶盖住它的一个小腿，然后这一部分脚跟部分呢，我们把它翻折，可以看到这边的一个凸和这边的凹进行一个结合，这样它一条腿的变形呢就完成了。另一半呢，我们也是来一样画葫芦，按压实它的一个小腿这边的凹槽然后之字形翻折外盖挡板脚后跟。好，这样呢我们就得到一个有腿的面包车。好，之后上半身我们先把车顶盖往上提，再往后移，然后可以看到它里面这边呢，是一个灰色的零件，和车顶盖这边的一个槽呢，要进行一个结合，这样一个车顶盖呢就被提起来，而且固定住了，并不会晃动。这时候我们可以分开它的一个车头，往两边拉。先从右臂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呢是有一个拳头在，一个球冠连接翻出来，然后对折这一块面板，再把拳头转到它应该有的位置，然后转动根部这边的一个关节，可以看到这边是有一个定位的装点卡顿进去，再把整个肩部的关节呢打平，把肩膀转到它应该有的位置，一条手臂的变形就这样简单而有趣的完成了。另一边我们继续一样画葫芦或者说调整一下顺序，先把它的一个肩膀打直，转出它的一个拳头，对折小臂，旋转拳头应该有的位置，再转肩部零件。好经过这些简单的步骤呢，我们的一个频率变形完成了。可以看到它整个人形的比例呢是非常的匀称，四肢并没有太粗太细，工工整整，非常符合传统意义上机器人的这样一个造型而且可以360度转一下，可以看到它几乎没有什么明显偷焦的地方，包裹的都还算比较严顺，哪怕小腿后小臂后、背后都是没有什么问题。车型的4个轮子呢，可以也在它身体的明显部分呢，也可以看到，腿上2个，手上2个，非常符合功能性的一个定义。胸口呢是一个透明件，上面印着一种三角形给人那种好像是有那种以前古早那种洗手间玻璃窗的那种感觉真的还是非常有梗的。腹部呢就像是汽车那个以前的汽车的音响面板左旋钮、右旋钮调音量、调收音频道，然后按钮播放暂停，然后中间这一块呢是可以放磁带的，就像车载音箱那种感觉整个造型非常漂亮，头盔红色非常显眼，而且可以看到它是因为音乐电台主题嘛，它的头盔上也会有一个耳机一样的一个造型真的是太喜欢了。好，我们造型看到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可动性。首先头部呢它是一个球冠，所以说你360度平转自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低头呢几乎没有稍稍往下低一点，下巴就磕到底了。弹头有这样一个幅度，也不是很大。左摇右摆呢就受限于它几乎是一个没脖子的造型，所以就可动性就捉襟见肘肩膀部分呢可以看到是一个大大的球冠，这个球冠紧实度是非常好，所以旋转的阻尼呢非常到位，甚至说你晃它不会有什么问题球冠是一个好设计前提你得把它阻尼感调好。然后在手臂的平转呢是在肘部上面，和肘部呢并不是同一个关节。然后呢曲肘是可以大于90度这样一个幅度，你避让开轮胎的话是90，如果你不避让轮胎呢就90度差一点过一点点的感觉。手腕呢也是一个球冠之前变形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看到可以
非常顺畅的一个旋转。手臂平台呢，基本上如果你仅仅用那个球关的话是这样一个角度，当然它变形结构呢也会让它在肩膀部分呢会有一个更大关节，所以说你利用变形关节的话，它可以平台超过90度。当然个人不太建议，因为这是一个变形用的结构，如果你把它玩松的话呢，可能就不是太好吧。所以而且一般的动作，我觉得它肩部这个大球关呢也已经是够用了。可以看到它在为了方便平台的时候呢，它这边是有一个开口的，达到这样差不多是70-80度的这样一个角度。然后腰身呢就没有可动了，因为它要兼顾它的一个腕点啊，就是打开之后呢是可以放磁带，这个我们稍后再说。然后前裙甲啊，它是一整片往上抬起，可以看到它大腿的两个蘑菇关节就在这边有点穿帮啊。但是为了提升可动，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啊。你掀开它裙甲之后呢，它前踢是可以轻松的到达90度啊，稳固性也非常好啊。后踢没有裙甲限制，但是有后背包的限制，大概是这样一个角度。侧踢呢没有侧裙甲的限制，它也是可以超过90度的一个幅度。大腿根部呢是会有平转啊，它并不是直接在大腿上横切一刀啊，而是埋入了一个关节。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设计了。普通摆出这种 A 字站呢，或者大腿往外一点呢，就不会有一种大腿的割裂的感觉。然后膝盖这边呢是可以超过90度的一点点的一个幅度，哎，这就是刚刚变形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它翻折下去一块板，就是为了这块做可动。可见这款玩具在设计的时候成本给的还是很足的。屈膝是这样角度，脚部接地呢，最大可以到这样一个程度，而且它脚趾这边像忍者龟一样是有2个脚趾的刻画的，非常不错啊。脚掌也很大，整个站立性呢非常稳固。只是它因为车型的保险杠呢是有涂装的，如果大家长时间人行站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护这块的漆面啊，不要让它磨掉，不然车型的时候保险杠就会显得很斑驳了。不过说起保险杠斑驳一点，好像也不是太突兀吧啊。整体的一个人形可动呢是非常的够用啊，而且因为它的整个四肢比例啊设计的非常的匀称，所以说它配合这样的一个可动性来做一个单膝跪地的一个姿势呢，也是非常的工整、稳健，丝毫不违和，而且甚至因为变形结构的关系呢，它可以有一个脚趾弯折的一个单膝跪地，这我非常喜欢。完全弥补了它腰部不可转动的这样一个缺点啊，完美的单膝跪地啊，值得加分。而且它在变形结构这一块的一个关节设计呢，你是甚至于在可动性方面是可以偷一些的啊，想做出这种pose 也行，但是呢，这就看大家各自的一个需要了。来说它的配件尖叫机是变成它的一个武器啊，变形也是非常简单啊。打开它的腹腔啊，旋转头部，再合起来就是它的一个武器形态。握把这边呢转出来，变形就完成了。它2条腿的可动几乎用不到啊，几乎用不到。当然，这个武器你可以把它握持在手上，是一个手持枪械的模式，也可以利用它肩部的这一个孔洞呢，安插在它肩部，让它变成一个肩炮的一个造型。本身武器设计还是蛮不错的，但是我总觉得尖叫机变得那么大，如果按照车型比例来说呢，就有一点点的可怕。另一个配件呢，就是我们另一个角色我姑且叫它八戒啊 ，8 Tracks 啊，是一个古早磁带啊，电台磁带的这种造型啊，也有漂亮的一个印刷，94.5 FM 啊，Rocking Hawkins 摇滚霍金斯小镇啊，变形非常简单啊，首先从中间把它分开，哎呀，好紧啊，分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内部是头尾，把它翻折出来，然后头部旋转180度，贴到后面，把这个杆呢打平，然后尾部这边打开展平，
成为一个雁形的一个标记之后呢，弯直之后，黄色这边有个凸和灰色这边的一个凹做一个结合，这样是一个飞行形态的鸟啊。但是没有脚的鸟儿是不能停下来，我们的八戒呢是可以停下来的。翅膀下2个脚掀出来呢，就可以形成它的一个2脚尖的造型。虽然说没有腿，只有脚，有点怪啊，但是作为一个变形金刚来说，塞布坦鸟类来说也可以吧。而且呢，它这脚上有2个3毫米的桩，是可以和它肩膀这边的孔洞呢进行一个结合的啊。结合之后呢，就可以有一个停在它肩膀上的一个造型啊，就是这样一个造型，还是蛮有趣的。虽然说手里有一点空啊，这个给它一把剑。这个玩具我真的是非常喜欢啊，人形造型玩点可动，非常出色，车型呢也还原度足够能打，夫复何求啊！好啊，最后我给这款玩具的评分呢是可以给到5颗星满分的一个评价的。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它2个形态都非常优秀啊，人形的可动性也非常不错啊，整个涂装呢更是还原的细节非常之多啊，像车身的这种细节的每条拉花的单独一个颜色，这种鹰的造型，包括鹰在鸟嘴上的一个鼻孔造型啊，它都能够给你还原出来。就是说，官方如果想做好的话呢，涂装什么根本不是问题。整个人形呢也符合传统意义上变形金刚的特点啊，墨镜脸啊，方方正正的造型。总而言之呢，几乎是挑不出毛病。硬是要鸡蛋里挑骨头的话呢，就是它在车型的时候，顶上虽然有一个5毫米孔洞呢，但是它只能插尖叫机啊，并没有办法呢，还原出电影中那个雷达一样接受信号的那个装置。既然说到这边，我觉得它武器作为尖叫机也有一点奇怪啊，我觉得用那个雷达造型把它变成一个人形的武器，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点。但是制作方可能会考虑这个尖叫机更有梗吧，我不太理解。但是我尊重，好吧。这款玩具的一个价格呢，官方售价我记得是369，后续价格怎么说呢？不太好说。但是我一开始觉得它可能作为一个 V 级大小的玩具呢，稍稍有一点贵，但是它作为一个联名款的玩具，有这样一个表现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好像还有一点点，感觉值了的感觉啊。当然，大家可能各花入各眼，有不同的一个评价。我个人觉得这个价格这样一个表现度，我觉得说它是 MP 来说，也不是太过分嘛。特别是当现在 MP 级的表现是如此这般的情况下。好吧，今天的节目就简单录到这边。如果喜欢我视频的话，记得给我一键3连支持一波，你们的支持对我非常重要。我们下次再见，拜拜。